中国防疫这3年到底防疫了什么？3年前，河南疫情不是太严重的时候，村长呼吁本村村民要居家隔离，不要聚堆。有些人就死皮不要脸，你这不还是好聚聚堆儿？3年后，河南疫情大爆发，同样还是这个村长，却是呼吁本村村民前往疫情风暴区域去打工，去拯救导致这次疫情大爆发的始作俑者富士康。富士康招工，富士康招工，有愿意去的，抓紧时间和单位报名啊！这位村长仅仅只是一个缩影，因为相同的事情正在河南全省上演，更有极端的地区开始抓起了壮丁。可怜的员工刚从富士康徒步跑回家，还在隔离呢。这边村里就通知，鼓励村民前往富士康务工，而且这是上面安排的政治任务，每个村都有招工指标，你敢不完成吗？紧接着就是河南省各大媒体争相报道，村长也拿着大喇叭游街宣传，现在在富士康打螺丝，一个月能挣15000人民币。新闻媒体开始出现富士康的一片繁荣招工的景象，但是之前走路回家的人，现在他们还在家隔离呢，总共隔离2次，先是当地政府统一安排，完后再是居家隔离，大门被铁链紧锁，门口拉横条，所以现在富士康人山人海的招工景象，这些人都是从哪里弄出来的？富士康到底有什么魔力？这一切都是怎么做到的？之前员工大逃亡时，这些媒体都死到哪里去了？生病了，把人扔到宿舍，吃喝不管，任由生死，这些媒体为什么不发声？现在要帮富士康招工，一个个只嫌自己的嗓门小。现在我就来捋一捋，富士康这段时间到底做了什么？在导致河南疫情大爆发，害死这么多员工的情况下，还能让八竿子打不着的村长帮忙招人？说这些我都是有凭有据的，我甚至知道疫情是从哪个车间开始的，这是我和我姐的微信聊天记录，没错，就是从他们车间开始的。说这个之前，还是来先介绍一下真实的富士康，我认为这点非常重要，不然后面的有些内容你们很难理解。在富士康上班的员工，每天3点一线，打螺丝、吃饭、睡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间一长，基本就没什么正常人了，就会变得没有感情，不会思考，一切都是机械化式运作。尤其是县长、组长之类，县长下面的干部更甚，因为一级压一级，压得你喘不过气。一上班，干部们最关心的就是今天排配多少，能不能完成任务。下班后，组长、县长、产线上的员工都可能已经到家到宿舍了，这些干部们还在车间处理不良品，或者和对班交接，忙得焦头烂额。所以在富士康，这些干部机器人们才是最苦逼的，他们也是和作业员直接交流的第一人，这点非常重要，一会要用到。至于产线上的员工还好，还有那么一丁点留给自己的时间，自己思考的时间，因为每天踩着点上班，踩着点下班，不用考虑其他的任何东西。正文开始，听我解说。因为生产任务比较重，突然有一天对班来了一批不知道从哪里隔离完的人，紧接着就传出对班有人确诊的消息。这时富士康出来辟谣，说是谣言，大家不要相信。于是车间生产照旧。数日，消息越来越多，直到我姐亲眼看到身边有人确诊。是的，这时疫情已经传染到整个车间，白班和晚班的人都开始陆续有人确诊。就算是已经火烧眉毛，富士康还是只抓着他的订单不放。员工小明今天发烧了，不确定自己是否确诊，就打电话给自己的干部，询问今天能不能请假，自己发烧了，怕传染给产线上的同事。干部机器人回复：你身体没啥大问题的话，去做下核酸，先来上班。我发誓，这些都是我姐给我打电话说的身边真事。正上班呢，吃完中午饭来车间后，发现产线上一半人被拉走隔离了。在宿舍也是同样的情况，8个人的宿舍突然少了几个人被拉走隔离。请注意，不管是车间还是宿舍，没有被拉走隔离的人，可还都是在正常上班、正常下班。这压根就是一个大型的养蛊现场，只要任其发展，这里面的人没有一个能幸免。而对于这些确诊、隔离的人，富士康的处理方式也非常简单粗暴，你确诊了就把你扔到宿舍，不管不顾，任其生死。前期他们真的是这样做的，因为富士康的所有管理层，大到台干，小到产线干部，
都是机器人，没有一点人性，尤其是被压榨最严重的产线干部机器人。最终被锁在宿舍的人难受的实在受不了，开始陆续跳楼的时候，所有人慌了。这时候政府也开始介入。旁边这个村叫张庄村，几年前还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现在常住人口15万，不过大部分都是厂里上班的员工。如果出事了，肯定是先想自己，管你富士康什么规定，有疫情了都各自为战，村一封，只留几个出入口，员工进村都要扫码。于是你们就看到了这番景象，人山人海，简直就是一个大型的养蛊现场。这样的场景在这里随处可见，30万的人就这么大点地方，都是躺平的心态，不爆发才怪。有人拍了不好的视频，分享到抖音上去，紧接着就是警察看着视频现场抓人。富士康说要让人搬回宿舍统一管理，于是政府就配合弄了50辆大巴车，偷偷摸摸拉了一个晚上。喜剧性的一幕来了，被拉到宿舍的这批人中有一个确诊了。这时宿舍不收这批人，要让他们回村里，但是村里也不要，这个烫手山芋没法弄了。具体最后怎么处理的我也不知道。可以说事情发展到现在根本没有一方做好的，政府像瞎了一样装着没看到，可能和北京正在开会有关系，因为有人要连任第3任。这时候谁的地方上出了问题，谁的政治生涯就完了。富士康呢，一群眼里只有订单和怎么才能完成订单任务的机器人，他们能干什么？不透明，不作为，恐慌。你不知道你何时确诊，也不知道何时突然被拉走。这边被隔离的人在宿舍拍视频求助，那边实在受不了折磨的就干脆跳楼结束自己的生命。甚至有隔离的人把穿白色防护服砍死的。一个宿舍打扫卫生的阿姨推门一看，一宿舍的人全没了，惊吓地跑出宿舍楼，然后瘫在地上疯狂大喊，宿舍里的人都发了。这里发了的意思是我不便描写，你们想一下，你们在路边发现一只动物尸体的状态，甚至有些有良心的大白实在看不过去，在垃圾堆里刨人。然后有段时间富士康不想让被隔离的人拍视频给自己制造麻烦，在隔离的时候就把手机没收了。我听到我姐给我说这个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惊呆了。请问整天生活在这种氛围之下，你会如何选择？一方面进厂之前签有合同，干不够时间就拿不到返费和补贴，另一方面是不知道自己何时确诊，何时被拉走，被隔离了又没有人管。最终选择宁愿给富士康白打工也要离开的人开始陆陆续续的徒步回家，然后就是我们看到的景象。沿途的村民实在看不过去，就自发的在路边摆上吃的喝的，免费让路过的员工自己拿。有的货车司机冒着被罚款被扣分的危险，也要捎上这些员工一段路程。甚至有一个司机让我直接破防，因为他说咱们老百姓的孩子咱们自己救。有一个交警拦住了一辆拉人的卡车，这时有一个富士康员工站起来，拿着自己的厂牌对交警说，罚的钱我出。接着大家纷纷拿出自己的厂牌，交警默默走到一边，背对着卡车当做什么都没看见。有一个山东省的卡车司机被人拍视频的时候不小心拍到车牌号，于是就有人在评论区提醒，这位卡车司机直接回复，没事的，出事了我自己担着。员工跋山涉水回到家后，我这里的情况是由本地政府统一安排隔离，完后再居家隔离，2次隔离时间加起来起码要20多天。但是令人喷饭的是，员工刚到家没2天，还在由政府统一安排隔离呢。这边村长就拿着大喇叭游街串巷，宣传现在到富士康打工，1个月能挣15000人民币。我只能说好戏还在后头，因为这一批新进厂的同样也是临时工，富士康刚好是在过年的时候把这些人放回家，然后又是一轮。富士康10月份弄出来的是，直到现在我们村还在封村，天天做核酸。任由富士康这样下去，河南真的会成为中国第1个躺平省份。